布置十方阵图有2种方法，一是阵法师刻画阵纹，再以阵纹为基，或固定于某地，或炼于阵旗中，适时激发便可发挥出强大威力；二是以人为阵基，多人共修，随时都可组成阵法御敌。2种方法的区别在于，前者威力强弱取决于材料，后者则取决于组阵者的实力。十方阵图能强大武者神魂，练就分身之术，以单人之力修炼成剑阵之威。另外，它有10重境界，你必须牢记。第1重为1元分身术，修炼者必须。第10重为10方无极剑阵，无穷神力将生生不息。妙，太妙了！真没想到，剑道与阵道竟能配合得如此融洽。那还用说？这可是我们几个在漫长岁月中才领悟出来的终极剑道，足以将你打造成战无不胜的无敌剑神。不过十方阵图虽然强，但也难练。仅仅是第1重的1元分神术，就需要极强的领悟力。就算练成，也不过是打个基础。如果没有真正练成剑阵，就不算入门。即便入门，剑阵也需要好的神剑相配，再以分神之术操控它们。当然，神剑与自身的排异性越小越好，最好是本命神剑，这样能最大程度发挥剑阵之威。10大神剑现在和我的身体相融，用它们施展剑阵可行吗？你还真将10大神剑视为自己之物了，可惜啊，他们是我等的本命神剑，和你并不真正相融，你也无法发挥出他们的真实威力。不错，10大神剑现在还处于封印状态，若在天界动用，触动封印就会被镇守者察觉。在没有绝对实力之前，这么做无疑是自寻死路。别担心，我们现在不会取走神剑，反而会将它们封印在你体内，并留下一道神念指引你去天界。只有遇到生死危机，我们才会动用神剑的空间之力助你脱困。那镇守者是什么？这个世界被镇压的神王可不单是我们几个，界外强者要做大事，自然不会毫无防备。他们会在纪元动乱结束后留下强者坐镇10大封印，他们便是所谓的镇守者。当你拥有和他们一抗的实力，才能动用神剑打开封印，否则将功亏一篑。这些镇守者都是什么实力？相当于9星神王。镇守者和你们的实力相当？等你修成阵图第9重9宫万象剑阵，实力便在我等之上，定能与之抗衡。9星神王已是不易，倘若他们当中有10星存在，那还有希望吗？按照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，镇守者不会有10星神王的实力。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，但我猜测这些界外强者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某种压制，只有在纪元交汇时，10星强者才能进入这里，其余时间只能由9星神王镇守。我明白了，我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。这个世界，我们才是主人。对，这一次我们只能胜，不能败。只能胜，不能败。事不宜迟，你现在就开始修炼1元分神术，练成之后自可离开这里。普通的剑道天骄没有上百年时间，根本练不成。不过你不一样，也许10几年就能练成，但7年后就是修罗道开启的时间。如果赶不上，只能等下一次。赶下一次也好，多在剑道境打牢根基，等到了天界修成第2重，会容易许多。倘若真的耗时这么久，沈寒定会担心我。我尽力而为。是神念分离成了，他修成1元分神术了。
短短5年时间就练成了第1重，这小子可以啊！吕阳，你的确了不起，不过千万不要自满，你的元神必须更加强大，练成2仪阴阳剑阵才算真正入门。这一步要等你突破剑神之后才能走。这些年，多谢各位前辈耐心指导，没有你们，我也不会这么快成功。无需客套这么多，记得答应我们的事，努力上进，万不可懈怠就好。5年了，也不知道剑域大陆上都发生了什么事。不过是多出了几位剑圣，不值一提。倒是你妻子很厉害，3年前便到达剑道境巅峰，今年更是领悟了冰魂剑道，自创剑道传承，一举突破剑神了。水寒突破剑神了，他有没有飞升天界？没有，这些年他一直在找你，成神后去了很多险地，想必不见到你不会飞升。是水寒。杨哥，今生今世，我们还能再相见吗？当然的。杨哥，真的是你！是我，水寒，我回来了。我还以为别担心，那些前辈不但没有为难我，还给了我很多机缘。真的？当然，我骗你做甚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日后再与你细说。有关我们的一切消息，你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倘若消息走漏一星半点，必会引起镇守者的注意。至于10大神剑，你想个差不多的编排一下，不要引人怀疑。杨哥，杨哥。多几多是何事？纷纷扰扰是是非。多几多是何事？纷纷扰扰是是非。英雄无末路，神剑斩万难，洒热血少年郎，公子美名光。江山如烟，剑路急，拒绝一马，云川逃生途，归梅岸，领阳神魂